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夏，不是梁虾。就在刚才，官方公布了花火的技能和关追信息啊。这一视频呢，给大家带来 2.0 版本下半的卡池抽取建议。不过更多是跟大家聊聊花火这名角色的机制以及关追要不要抽的问题啊，也会在上线后大家测评的。有帮助记得点赞一下。至于一个硬币10经验，同时视频对转发请重比较大，帮忙转发一下吧，不用真的转发，退回来就行了。同时还有经验拿，谢谢。下半卡池新角色花火以及老角色警员的复刻以及各自专武。我们先来看一下花火的一个技能信息吧。花火的普攻对当体人踹一脚，虽然平平无奇吧，但是解锁行迹后可以额外恢复能量，这一点可以让花火充能神的情况下比较轻松的伤动一大了。然后战绩呢是给单体我方角色提供爆伤加成以及拉条，这里还特别说了一下不能对自己触发拉条效果，因为这些内测的布洛尼亚是可以对自己拉条的。然后这一点公测就改了，这个玩过内测应该都知道啊。花火的大招可以回复4个战力点，这一点可以从前张画面可以看出来啊。然后给全体友方给到一个迷鬼的 buff 效果，触发天赋增伤额外提升。你天赋可以从画面看出来嘛，战绩点可以提高2点上限，然后根据角色消耗的战力点来提高增伤的一个层数。对于青雀以及隐月这2个耗点大户来说啊，算是大口喝肉了啊，不对，喝汤了啊，可以让增伤覆盖率比较高了。而花火的秘技呢是可以脱手的，并且隐身后并且进入战斗之后可以恢复战绩点，这点希尔只能说直呼内行啊。花火这个秘技开局可以恢复战绩点，可以让隐月开局打出爆发，这点很重要啊。不过具体还得看实测表现的一个情况了。对了，花火材料是 2.0 版本新地图材料啊，别刷错了，再提醒一下。不过我现在提醒是不是太晚了呀？应该没有人刷错了吧啊。除了前面说到的普攻可以回复额外能量之外呢，不出意外应该是可以吃到充能神加成的。而行迹2呢，战绩提高爆伤延长到下个回合，应该是本来1个回合，后面解锁后就2回合了吧。这个得看情况啊。行迹3根据队伍的量子角色全体提高攻击力加成，那么对于量子角色来说的队伍，花火还有攻击争议啊，这就是量子队伍的最后一个拼图了吧。量子仗剑狂喜了，是不是？当然从花火的总体机制看下来啊，加爆伤、拉条、残点以及提高战力点上限，还有增伤。如果队伍还有量子角色还能提高攻击力，我的天哪，就算不是量子队伍，看拉条、残点就够强了吧？不愧是限定5星同鞋角色啊！输出可以抽少点，但是铁道的辅助强度档基本是必抽了。如果还是犹豫，那么就等上线之后再来考虑吧。到时候也会带来0+0花火的测评实战表现了，可以关注一下哦，谢谢。花火的关追叫游戏城隍，3维面板和布洛尼亚的关追是一模一样的，属于高生存关追。关追提高装备者2%的爆伤加成，基本可以确认花火这名角色需要堆叠爆伤属性的。然后战斗开始时，装备者获取3回合假面，全体提供10暴击28爆伤的加成啊。这里需要注意一点是给全队加的，也就是说对于队伍当中有双 C 收益会比较好啊。后续想要获取这个假面效果，装备者需要回复4个战力点才能重新获取这个效果，持续4个回合。毫无疑问啊，花火大招可以抢4点，刚好可以完美吃满增益效果，就全覆盖了嘛。这张关追给的数值也非常慷慨，但是考虑到给的双爆，对于双爆比较高的玩家吧，只能说可有可无啊。但是对于双爆偏低的玩家来说，或者说是角色要求暴击比较高，这张关追确实提升非常大。就比如希尔这名角色，他的高暴击和低暴击完全是2个角色啊，毕竟大招只有1段伤害，那么不暴击就血压飙升了，重开等方面的一个问题就迎接而来了。当然也不止希尔了，比如青雀这种毒狗模式的，如果你暴击很低的情况，还得去考虑他的暴击就是双重毒狗了，这种情况就很难受。所以如果你有符旋，然后有早上抽花火嘛，符旋的战绩可以提供12的暴击加成，然后你这个花火加10暴击就是22了，那么你青雀只需要堆78暴击就能满爆了，这一点就非常舒服啊。然后希尔一些同理的情况啊，如果你是玩其他队伍角色，我觉得看情况来决定要不要抽这个关追了。虽然这种关追对于其他同类角色来说不能全覆盖吧，但是考虑到开局3回合，如果你抽到花火后练度达标情况下，差不多在 buff 消失后就打过了，那也是完全 OK 的。给布洛尼亚平云一众的同鞋角色来说肯定也是没问题的。从我个人推荐抽取角度来说的话，因为游戏当中有很多同鞋关追都挺不错的，如果不缺4星同鞋关追，这种纯数值的关追性价比不高，是完全没必要抽取的。比如月卡武器同鞋的叠5收益不错的情况下都用得很少了，拉条关追55才是神，好吧。
反正到时候我会给花火用上这条拉条关锥，看看效果怎么样吧。再来说说景元这名角色吧，开服时期的雷 C 啊，随版本的更新啊，景元的毒点也逐渐暴露出来了。景元被控神君重新跑，叠成骂。之后有了这个梗了，到不了的彼岸啊，我简直笑死啊！因为神君不可控，大多数情况下还会大炮打蚊子的尴尬情况啊，导致景元总体强度反正就是如清比较尴尬了。不过随着花火的出现啊，不知道能不能让景元喝到汤了，毕竟花火真伤回合可以让神君吃到真伤了，这点可以期待一下。不过还是从现在表现来说的话，只能说还行，但是很平庸，没有个0+1的情况下是不太够用的。目前景元最佳队伍是挺云、软梅还有霍霍的搭配，我这双棒很高了，打个深渊都得极限3个 T 打上棒。毕竟我的软梅是0+1的，而且景元他的一个神君基本是叠满的情况下打出这个回合数。至于景元到底要不要抽，我个人推荐有专武可以考虑，要是没有专武像我一样0+0的情况啊，除非你能打到我这面板吧，不然0+0已经不是很推荐了。不过具体情况得等花火到时候也会测试景元的适配性到底怎么样了。四星卡池方面，山伯 DOT 体系平民战神，就算有黑天鹅打算考虑组2队 DOT 体系可以培养的，推荐噬魂起伏吧比较好。青雀自然不用多说，也是目前最强的4星输出角色了，强度堪比5星甚至直逼6星啊，也是噬魂自变角色了。行压同鞋4星辅助，残点真伤角色，搭配青雀影月非常好用。关锥方面的4星行星相会，这个同色队伍使用的非常好理解啊。在狼天下满叠印收益确实不错吧，但是考虑到有黑塔的星神陨落，这张关锥适合前期过度使用的比较多。天才们的休憩，理论来说，你除了月卡关锥是最好用的4星支持关锥了，能触发特效的话，爆伤收益非常的高啊。适合青雀一众的输出支持角色非常的香啊，不过推荐叠伤起伏才比较好用吧。最近有不少影月玩家问我说，已经有0+1影月了，要抽2命影月还是花火？这个答案我觉得应该非常简单，也不难理解啊。首先花火作为同鞋辅助，性价比强度肯定是优先了，而且影月2命有自拉条效果，加上花火的自身拉条效果，会有一定的冲突的。虽然花火可以残点嘛，但是2命的影月已经够多动了，还要拉条，那点数肯定是不太够用的。从综合性价比强度来说吧，更推荐去抽花火。而且视频中影月0+1轻松2回合打完混沌12了，虽然有台这期的 buff， 但是惊人有抗性嘛，算是扯平了。而且我这影月平时也是2个回合打完的，完全没必要去抽2命咯。不过到底要不要抽得看你们自己的想法了。距离花火登场还有3年，我是非常期待它的表现了。那么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我是梁夏，我们下期花火测评再见吧，各位拜拜。